今天这个多音字有2个读音，第一个最简单，发，它跟毛相关，都读这个音。比如，他才多大，怎么就满头白发了？他才多大，怎么就满头白发了？白发，他好像是去理发店染了头发，或者戴了个假发。这段话里有4个和发相关的词：白发、理发店、染发、假发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。他才多大，怎么就满头白发了？他才多大，怎么就满头白发了？他好像是去理发店染了个头发，或者是戴了个假发。染了个头发，戴了个假发。生活里还会有这样的表达：如果头发长，就要去剪头发。头发长，剪头发。我喜欢把头发扎起来，不喜欢烫发染发。把头发扎起来，不喜欢烫发染发。剪头发、烫发、染发。你注意到了吗？头发这个词的发音和其他有一些区别。头发这个发字发音就很轻，头发。第2个读音发，这个读音用法很多，今天我只讲口语里面最常用的词。第一个用法表示送出去什么东西。比如我在网上买了个什么东西，卖家一直不发货。发货这个发字就是寄送、交付、送出去的意思。发货。你帮我把开会的材料发一下可以吗？把开会用的材料发一下。你记得吗？我说过这个中文里的一下放在动词的后面很常用，比如看一下、尝一下。一下就表示那种很短暂的动作。这个地方发一下也是很短暂的动作。你看，这样把材料发一下，发货发一下，就是寄送、发送的意思啦。第2个用法，无中生有，产生、发生的意思。比如我种的蔬菜发芽了。我种的蔬菜发芽了。我家里人有在发电厂工作的。发电厂。狂犬病的发病时间很短。狂犬病的发病时间很短。夏天会发大水啊，降水量大就很有可能发大水。发芽、发电、发病、发大水，这些都是产生、发生，从没有到有的意思。记忆的时候，用中文的思维方式，一组一组的归类，把意思先明确了，就容易一些。我再提一嘴，发大水是口语的表达，书面语是洪水。这个发大水还有网络的用法，是说公众人物或公司花钱找人刷评论，制造正面的形象。请的这些人呢，就叫水军。刷评论的这个行为呢，就叫发大水。第3个用法，表达。生活里常用的词是这2个：发誓、发表。发誓、发表。你不懂就不要发表意见。发表个人见解，正常沟通而已，不争对错。发表个人见解，正常沟通而已，不争对错。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你不要动不动就发誓，我才不信呢。
动不动就发誓。这两个词里的发就是表达的意思，发誓就是发表誓言，发表呢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第4个用法，这个发字还表示扩大、展开的意思，比如发展、发育，这两个词在生活里很常用。我们来看看口语里怎么表达。比如这几年中国发展的还挺快的，中国发展的还挺快的。我们是发展中国家，其实贫富差距挺大的。发展中国家，发展这个词可以当动词用，也可以当名词用。比如，你想和他发展一下吗？你想和他发展一下吗？不，我和他之间不可能，完全不会有什么发展，完全不会有什么发展，意思是我们不会有进一步的关系。这个发展就是动词，这个发展是名词。发育，女孩的发育一般比男孩提前一些。女孩的发育，小狗的发育很迟缓，它是不是生病了？小狗的发育很迟缓。这次种的花生发育的真好，这次种的花生发育的真好。第5个用法，得到大量的钱财。比如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，一大堆暴发户，一大堆暴发户。他说找男人别找暴发户，没什么素质，找男人别找暴发户。这个暴发户就是贬义词了。我们还经常用发财这个词。最近你出手这么阔绰，是发财了吗？是发财了吗？过年的时候我们也会祝福对方，就说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别想着发家致富呀，那些都是身外之物。发家致富，钱财就是身外之物，死了又带不走的。发财梦我倒是没有，你有没有？发财梦，发财，发财致富，恭喜发财，这些都是跟钱有关的词。再介绍一个对应的词，老钱。这个词意思就是祖祖辈辈都有钱有地位。比如那个男人看起来很有老钱的气质，他从不炫富，老钱的气质。那这个男人就可以说他是个老钱，他是个老钱。这个老钱可以当形容词用，也可以当名词来用。老钱的气质，他是个老钱。好，第6个用法，食物膨胀发酵。比如我会做发面馒头，发面馒头。做面包要等它发酵才行，做面包要等它发酵才行。还有干的那种食物，比如银耳、海参、蘑菇，都需要用水泡发一下，泡发一下。像泡发、发面、发酵这几个词就跟食物有关了。最后我们再来看几个词，发挥、蒸发、发现、发掘。这次表演我没有发挥好，我没有发挥好。这个意思就是我没有展现我真正的实力，可能我太紧张了。这次表演我没发挥好。你在团队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？我的职责应该是沟通的润滑剂吧。发挥，你们太优秀了，都没有我发挥的机会，都没有我发挥的机会。我发挥的机会在这个语境里就是我表现的机会。蒸发一般是指水变成了气体，
生活里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人或东西消失了，比如找不到他呀，他一到周末就蒸发了。他一到周末就蒸发了。你人间蒸发了吗？怎么不回我信息？你人间蒸发了吗？我的钱一去滑雪就蒸发了，一去滑雪就蒸发了。接下来这个词，发现。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迟到呀。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迟到呀。完了，他发现我骗了他。他发现我骗了他。我发现晚上喝多了水，第二天脸会肿。我发现喝多了水，第二天脸会肿。最后一个词，发觉。发觉和发现意思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有细微的区别。发现一般是强调找到未知的事物或现象，发觉强调的是我已经认识到了已经存在的事实或现象。比如，科学家发现了新的星球。新的星球。我最近才发觉我还挺喜欢音乐的。我最近才发觉我还挺喜欢音乐的。我到家才发现我手机忘公司了。我到家才发现我手机忘公司了。我发觉没有手机好像更自在一些。我发觉没有手机好像更自在一些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啦，我们一起来积累单词量吧。下期聊好。好这个字它没有那么简单，它是个多音字，你想知道它的用法吗？拜拜。